大家好，我是美厨娘丽丽。面粉别只会用来蒸包子、馒头了，今天分享一个面粉的神仙吃法。面粉里打入4个鸡蛋，不油炸不烙饼，出锅松软香甜还拉丝，比外面买的面包还要好吃。一起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。首先在大碗中倒350克普通面粉，如果家里有高筋面粉的话，可以换成高筋面粉，加1勺食盐。增加面粉的筋性，用筷子搅拌均匀，搅匀后再准备4个鸡蛋，把它打入面粉的碗中。350克面粉搭配4个鸡蛋刚刚好。然后再加入4克酵母，加40克白糖，促进酵母发酵。喜欢吃甜的可以多放一些。用筷子搅拌均匀，顺着一个方向搅拌，哪里有干面粉就往哪里搅拌。在搅拌的过程中，如果觉得太稀，可以加一点点面粉；如果觉得太干，就再加一点牛奶。最后搅拌成这种大面絮状，再下手揉成光滑的面团。现在的面团很难揉光滑。先给它揉成一个没有干粉颗粒的面团，然后在面板上抹少许食用油，把面团转移到面板上，再盖上大碗，静置10分钟。趁这个时间呢，准备10到20克的红枣，把它放入大碗中，再加入10克葡萄干，淋少许清水，把红枣和葡萄干打湿，再加1勺食盐，加1勺食用小苏打，用手抓拌均匀。让每一个红枣和葡萄干都能裹上一层小苏打，因为红枣和葡萄干表面都有一些褶皱，里面是藏污纳垢的好地方，直接用清水洗很难清洗干净。这里加小苏打呢，小苏打属于碱性物质，有很强的去污能力，能把红枣和葡萄干褶皱里面的杂质和灰尘彻底的清洗干净，抓拌至水变得特别浑浊。再倒入适量的清水，把红枣和葡萄干好好的清洗一下，把表面的这些食用小苏打清洗掉。清洗一遍之后控水捞出，再放另外一盆清水中给它多清洗几遍，直到把清洗的水变得清澈为止。洗净后控水捞出，放入盘中，再取出一把厨房剪刀，把红枣剪成小块，把枣核去掉。然后再把红枣剪成这种小碎丁，也不用剪得太碎，像视频中这样就可以。全部剪好后，先放一旁备用。现在我们的面团已松弛的差不多了，我们把大碗揭开，然后用手按压一下，在面团中间按出一个窝窝，做成一个鸟巢的形状。再放入20克软化好的黄油，没有黄油的可以用玉米油。再下手揉匀。让黄油完全融入面团里，尽量多揉一会。这个面板比较粘连，我们准备一个硅胶垫，把面团转移到硅胶垫上，像我这样推拉揉搓，像洗衣服一样推拉揉搓，这样可以揉出手套膜。一边揉搓一边摔打，这样更容易揉出手套膜，直到拉开，有一层这样薄薄的膜，而且不容易破。说明就可以了。我这里一共揉了15分钟，然后再把面团揉圆揉光滑，不用发面，直接给它搓成长条，也不用搓得太细了，像视频中这样的长条就可以。再分成大小均匀的小面剂，每个面剂约80克左右。全部切好之后，取一个面剂给它好好揉一揉，由外向内揉，把表面揉光滑了。表面揉光滑后，再把底部收严实，然后翻个面整理一下，最后整理成这样一个溜圆溜的小面团就可以。剩下的面剂用同样的方法给它揉成这样的面团，依次放到案板上，全部揉好后，取最开始揉好的面团，剩下的盖上保鲜膜，防止风干了。把面团放到面板上，用手轻轻按扁，再取出擀面杖，给它擀成牛舌状，也不用擀得太薄，像视频中这样就可以了。
然后再放上刚切好的葡萄干和红枣，均匀的撒在面片上，也不要放太多，薄薄的撒上一层就可以。然后选择一边给它卷起来，卷的时候尽量卷得紧实一些，收尾处给它按压一下。卷好后再用手轻轻按扁，再取出擀面杖，给它擀薄擀大，给它擀成一个牛舌状，也不用擀得太薄，像视频中这样就可以。然后选择一边给它卷起来，卷的时候尽量卷得紧实一些，收尾处给它压到底部，给它稍微按压一下，让它站得更加牢固。像这样一个生胚就做好了，剩下的面团用同样的方法给它做成这样的生胚。全部做好后，准备4个小碗，倒少许食用油，用刷子刷均匀，每个小碗的底部和周围都刷上食用油，防止粘连。油刷好后，取一个小碗，放上刚做好的生胚，每个小碗放2个，给它整理平整，像这样就可以。全部放好后，盖上盖子，放一旁发酵至原来的2倍大。趁这个时间，准备1个鸡蛋黄，把它放入小碗中，用刷子刷散。刷散后放一旁备用。现在我们的面团已发酵的差不多了，我们打开盖子看看，看一下体积已经变大了很多，变得胖乎乎的。用手指按压，能迅速回弹，说明就发酵好了。然后在表面刷一层蛋黄液，这样蒸出来的成品呢会更好看。薄薄的刷上一层就可以。蛋黄液刷好后，再盖上耐高温的保鲜膜，防止水蒸气进入。像这样就可以。在冷水上锅蒸，全部放进来以后盖上盖子，大火蒸50分钟。时间到，关火焖5分钟，再打开盖子。哇，好香啊！颜色金黄金黄的，看着就很有食欲。用手指按压能迅速回弹，说明就已经蒸熟了。再把它取出来，放到案板上，晾至不烫手的时候，把保鲜膜揭开，再用刮刀在周围画上一圈，这样更容易脱模。再给它倒扣脱模，看一下底部也是非常的漂亮，而且看着就非常的松软，用手按压能迅速回弹，装入盘中就可以美美的享用了。像这样非常好吃的小碗蒸面包就做好了，颜色金黄诱人，看着就很有食欲，吃着也是蓬松柔软。取一个看看，用手按压能迅速回弹，再掰开看看，看一下还有拉丝的效果。这样做的小碗面包呢，还可以一片一片的撕着吃，里面还有很多的红枣和葡萄干，吃起来酸酸甜甜的，特别好吃。这样做的小碗面包不用烤箱，上锅蒸一蒸出锅，比买的还要松软好吃。做法也是非常的简单，喜欢的朋友就赶快收藏起来试试吧。好了，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。这个视频麻烦您帮忙点个免费的小红心，下次不会做还能找到我。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个视频见，拜拜。